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想涨姿势。今天的主题呢是面试经验分享，也是很多人敲碗的系列。最近刚好是毕业季，应该很多人都在找工作，所以我们想说这部影片应该会蛮实用的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彷徨失措的莘莘学子们进入状况。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面试专家或是大师，只是可能面试经验比较多一点，然后也有帮前公司面试一些应征者。要先跟大家说清楚的是 ，CS 领域真的非常的广，有很多不同的专业，所以我们会专注于一般软体工程师的职位，而且每家公司也略有不同，所以我们会整理的是常见的面试流程以及题目。那主要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是面试大致的流程，第2个部分是技术性的题目，包含了他们的种类啊、重点啊以及准备方法。第3部分呢则是面试的一些小技巧。首先，面试流程大概是从10家公司整理出来的。一般来说，都会请你先自我介绍，接着针对你自我介绍的内容或是履历上有兴趣的部分，面试官会继续追问。接下来呢，会进入比较技术性的题目问答，这部分也会包含实作。最后，通常面试官都会问你有没有什么疑问想要问他的，换你问问题。那这边补充一下有些公司可能会有线上的测验啊，或者是回家的作业，那它通常都是在面试很早期的阶段，比如说是第1次面试的前后。那这些呢，就是面试基本的组成。有些公司可能会多一关或是少一关，不过大致上都一样。比如说像是有电话面试的啦，或是需要1面、2面、3面、4面、5面的公司啦，其实都是这些组成在不断的重复而已。首先，自我介绍的部分，通常我会从学历开始，接着工作经验，然后是在学校做过的一些专案，或是你发表过的论文。这部分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面试官想要让你讲多久。有些时候面试官会明讲说，请用3分钟介绍一下你自己，但是有的就没那么明确。基本上我的建议是点到重点就好，只要确保你有提到自己的亮点，比如说你发表过8篇国际的论文啊，或是做过3次、4次大公司的实习啊，或是你校内外的竞赛有得名之类的。这时候如果面试官听到有兴趣的，他就会继续追问下去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听一听这样过去而已。接下来技术性的问题也是有分2种，一种是快问快答型的，另外一种则是比较完整、比较深入的题目，所以你要判断面试的当下是哪一种。如果不小心搞错了，让面试官觉得反感或是扣分，那就不好咯。接着到了面试的最后，通常会请你提问，看看你有什么疑问，面试官可以帮你解答的。这时候如果没有准备的话，很容易就脑袋一片空白。其实提问可以帮助你厘清这家公司适不适合你之外呢，也可以展现你对这份工作的热忱与热情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把握。那我们这边提供一些可以问的面向哦，除了具体的工作内容以外，你还可以问团队的人力组成、分工方式、使用的开发工具，还有请假规定、薪资发放规则、奖励、平等的方式等等。接下来我们深入的看技术性的题目。技术性的题目主要可以分3类，他们准备的方法以及注重的要素都不太一样。第一种是 algorithm 演算法类题目，第2种是 programming 程式撰写类的题目，第3种是 system design 系统设计类的题目。algorithm 类的题目呢，主要测试你对于资料结构的熟悉程度，以及不同演算法之间优劣的比较。比如说给你一个情境啊，要做一个经典的排序问题，这时候你会选用哪一种演算法呢？为什么？或是有一个题目它暴力解太慢，可以用 dynamic programming 去加速，你想不想得到呢？通常在这一类的题目过后呢，就是要你实作出来，也就是考你 programming 程式撰写的能力。那面试官的重点就是想要看你能不能把想法转化成实际的程式码。这边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有些面试官会问你，你要怎么验证你这段程式码的正确性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多注意 boundary case 或是 edge case， 记得不要出现 exception 或是 error 才好哦。第3种的 system design 题目，我觉得就花样很多，比较算是开放性的。像我遇过有一个面试官叫我设计 Dropbox， 还有面试官叫我设计 hotels.com 订房网站系统。那这种题目怎么办呢？有些人一听到就会很慌张，其实重点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。我通常会从想要储存的资料下手，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 database， 或是有哪些 table 来储存东西。
其实面试官也知道，短短的3分钟或5分钟是没办法设计出一个很完美的系统。他们想要看的其实是你怎么思考的过程，以及分析题目的能力。那技术性的题目要怎么准备呢？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刷题。我的建议是，除了以量制胜以外，我们要 learn from the problems。除非你一看到题目就可以想到解法，然后行云流水的把它写出来之后 AC。而且执行速度在全部人的前1%，不然一定有可以改善跟学习的空间。比如说，为什么想不到某一种解法呢？是不是对于这方面的内容不太熟悉？这时候就可以上网找资料，或是把课本再拿出来读。或是对于某一个题目，你选用了相同的演算法，而且是相同的语言，但是执行速度就是比别人还要慢上很多。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对这一个语言的特性不够熟悉呢？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弱点，才能针对它去做加强，不然无止境的刷题下去，最后只是在练打字速度而已。最后有一些面试的小撇步、小技巧。第一个是要跟面试官保持良好的沟通。面试的时候，除了在考验你的专业能力之外呢，面试官也在衡量你的 culture fit， 也就是你适不适合这家公司，大家会不会想要跟你共事。不过也不是要你一直聒噪的讲话哦，是要适时的聆听，并且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意见。第二个技巧是 think aloud， 其实跟第一点有点像。Think aloud 就是在你思考的过程当中，把你思考的东西都讲出来，在你写程式码的过程当中，也把你的思考流程都讲出来。这一点对于 phone interview 的时候特别的重要，因为你要让面试官知道你是有在思考的，让他看进你的思路。第三个小技巧是针对刚刚 system design 的题目，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 engineering manager， 把一个产品分成不同的区块分工下去，如此一来，你就可以针对每一个区块去提出你的设计，以及解释为什么你要这样设计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分成 database 存资料的方法、API 的设计，以及使用者界面的设计等等。那最后一个小技巧呢，是在你实做完程式码的时候，跟面试官说我写完了，让我检查一下。这时候把你的程式码一行一行的解释出来，除了可以帮助你找到 bug 以外呢，也跟面试官证明了你自我验证的能力。如果面试官刚刚不小心在你实作的过程当中晃神了，或者他在 check 一封很重要的 email， 这时候你还帮他复习了一下你的程式码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希望这个面试分享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，让你们不要这么紧张。如果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如果有好的资讯，也可以分享给大家。最后，祝你们也找到喜欢的工作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在下面按个喜欢，然后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。拜拜。大致上一开始都会请你先首先，我想要让它有水柱。今天我们主题呢是很多人